做水蒸蛋的时候，切记直接下锅蒸的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招专业的技巧，帮助你制作出更美味的口感、更加细腻的水蒸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几颗鸡蛋。今天用的是3颗鸡蛋，大约是160克。我们把鸡蛋放入清水中，加入1勺食用盐，来搓一搓，把鸡蛋清洗干净。鸡蛋表皮会有很多的细菌、脏东西，大肠杆菌的。虽然鸡蛋外壳不吃，但是也要清洗干净，这样细菌不会侵入到我们的蛋壳里面，这是更放心的。鸡蛋洗好之后，打入一个碗中。接着，我们开始搅拌。搅拌的时候可以来一点盐，1勺点就可以，不能太多。加入盐能够去除蛋腥味儿，而且能够入底味的。想要去腥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一点米醋，米醋也能够增香，而且能够增嫩的作用，让我们蒸好的鸡蛋羹更滑、更嫩、更香，没有异味。我们搅动鸡蛋的时候，一定要像我这样来回的不停的搅动，多搅拌一会儿，直到没有明显的蛋白蛋黄的分界线，这样能够使蛋白蛋黄充分的混合，确保蛋液的均匀性。想要我们的鸡蛋羹更加的嫩滑，蒸熟后内部没有硬块，一定要把我们的鸡蛋液搅拌的均匀一些。这里不要怕浪费时间，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，大约搅2分钟。搅拌好了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。很多朋友们都搞不明白，我们的鸡蛋羹蒸的时候需要放冷水还是温水还是自来水，其实都不对的。自来水是不干净的，另一方面，而且自来水有空气，蒸的时候受到体积的膨胀，会有很多的小气孔。那么正确的做法，我们需要加温水，大约30度的时候，像这样即可。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细菌，也没有空气，蒸好的鸡蛋没有任何的蜂窝状。水加多少，我们要记住比例，那就是1比1.5，一个鸡蛋加入1个半的蛋壳水。按照一个鸡蛋50克毫升来算，就是加入75毫升的水即可。如果水比较少，鸡蛋吃起来很老的，特别的发硬，不好吃。鸡蛋水多了，鸡蛋羹没有办法成型的，那么1.5倍的比例就刚刚好的。水加好之后，再继续用筷子不停的搅动。要想使我们的鸡蛋羹光滑，没有任何的蜂窝状，还要做一步，就是过滤鸡蛋羹。搅拌好的鸡蛋羹里面会有大量的空气，产生的气泡，我们需要把这些气泡都过滤掉。勺子慢慢的撇掉。很多朋友们做鸡蛋羹的时候，鸡蛋液搅得比较均匀，但是没有去除我们的泡泡。要知道，鸡蛋搅一搅会有产生气泡，这些泡沫如果不去除的话，蒸熟的鸡蛋羹不会平，也不会嫩，更不会滑。一般的情况，鸡蛋搅出来的泡沫一定要过筛去掉，也可以用勺子一点一点去掉。我今天的方法是用勺子撇了一遍，再用过滤网过滤一遍，这样的泡沫更加的没有，蒸好的鸡蛋更嫩。全部过滤好之后，用一个保鲜膜我们套起来，也可以扎几个小孔排气。如果是太密封的话，排不了气，鸡蛋羹会膨胀变大。如果没有保鲜膜，就用一个盘子盖起来也是可以的，但是需要留一点缝隙。锅里面我们加入水，水是烧开的状态，微微的开。那么很多朋友们也搞不清楚，蒸鸡蛋羹用冷水还是开水呢？记住了，一定要是微微开的水。如果用冷水的话，鸡蛋羹蒸的时间比较长，口感会比较老，不嫩滑。那么鸡蛋羹需要蒸几分钟？一般情况蒸10分钟即可。
但是具体的，我们需要看我们的容器，看我们的鸡蛋液是厚的是薄的。容器比较薄，可以蒸10分钟；如果容器比较厚，可以蒸12分钟的。蒸鸡蛋羹的时间，准备香葱，切成葱花，放入一个小盘中备用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鸡蛋羹已经蒸好了。我们把鸡蛋羹取出来，再用小刀慢慢的分割出形状出来，这样更加的好看。再来一点生抽，加入我们的葱花，搅拌好就可以直接吃啦。这样做好的鸡蛋羹入口滑嫩，咸香入味儿。这个方法蒸鸡蛋羹我用了好多年了，每次做都可以成功的，和饭店里做的鸡蛋羹一模一样，吃起来鲜嫩爽滑，没有任何的腥味儿，也没有气孔，全家人都爱吃。就连我家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们也每天都要吃水蒸蛋的。其实水蒸蛋看似简单的，但是需要掌握技巧。只要掌握好了技巧，加水的方式，能够做出好吃滑嫩的无风味的水蒸蛋的。鸡蛋含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，口味香醇，价格低廉，深受很多人们的喜爱。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和我一样，选择的时候会比较困难。超市里面的鸡蛋有白色的、粉色的、红色的，那么称之为是洋鸡蛋、鲜鸡蛋、笨鸡蛋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去选择鸡蛋呢？我们需要来辨别我们的鸡蛋是否是好的。鸡蛋买回家，如果忘了吃，放的时间比较长，不知道鸡蛋是否新鲜的，放的时间多久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鸡蛋放在水里面泡一泡，泡一泡能够辨别出鸡蛋的新鲜。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，找一个大一点的容器，鸡蛋放入清水中，我们可以把鸡蛋搅拌均匀，放在水中浸泡一会儿。如果是鸡蛋完全沉在水底的，这样的鸡蛋比较新鲜。如果鸡蛋浮在水中，表示鸡蛋放的时间比较久。但是鸡蛋完全漂浮在水上，这个鸡蛋一定是坏掉的，不能再使用的。我们也可以晃动晃动鸡蛋，如果鸡蛋晃动的时候有声响，这样的鸡蛋是不可以买的。平时在家的时候，我们打鸡蛋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就是鸡蛋液散开，这样其实是快变质的鸡蛋，已经是变质的。这样的鸡蛋放的时间很长了，或者是因为保存不当造成了坏的，特别是夏天闷热，鸡蛋更爱坏。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在挑选鸡蛋的时候，可以把鸡蛋摇晃摇晃。如果鸡蛋有声响，说明鸡蛋液已经不新鲜。像这样的鸡蛋一般都是保存不当的，存放的时间长，导致了鸡蛋中的二氧化碳从蛋壳内渗出去，蛋黄和蛋白会慢慢的收缩，会造成了气质的变大，所以鸡蛋的液流动起来更大，摇晃起来比较明显。如果是鸡蛋内部细菌侵蚀，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，所以这样的鸡蛋不要选择。再来可以摸一下鸡蛋的表皮，鸡蛋都是圆溜溜的，但是新鲜与不新鲜的表皮摸起来手感并不一样的。新鲜的鸡蛋表皮会一层粉状的白霜，用手摸一摸，感觉到比较粗糙的。挑选鸡蛋的时候，如果发现了鸡蛋的表面有裂痕，哪怕是轻微的裂痕，我们不要选购的。挑选鸡蛋的方法，蒸鸡蛋的技巧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其实方法很简单的呀，喜欢的话可以试一试哦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能不能帮我点个小爱心，点个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